日本防卫省公布消息称，中国海军一艘测量舰于2月12号驶入了鹿儿岛县乌九岛南侧的日本领海土嘎拉海峡。日媒还炒作称，中国测量船1年多以来7次航经此处。事实上，中国国防部此前已经强调，土嘎拉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中国军舰通过该海峡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航行自由原则。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2号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一艘测量舰当天驶入了鹿儿岛县乌九岛南侧的所谓日本领海。日本防卫省称，测量舰12号凌晨0点50分左右在乌九岛以南领海外侧的毗连区航行，随后向北航行。凌晨2点半左右在乌九岛西南驶入所谓领海，约1小时40分钟后，在凌晨4点10分前后，从乌九岛西侧的口之岛东北驶出所谓领海。之后向西往东海方向航行，海上自卫队巡逻机和舰艇进行了监视。据悉，中方船只穿越的是土嘎拉海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中国测量舰多次驶入鹿儿岛附近海域，最近一次是在去年12月。2021年11月以来，中国测量舰多次驶入，这次是第7次。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强烈关切。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3号称，近年来，中国军事活动在日本周边变得活跃。共同社报道称，测量船通常的作用是调查海底地形，以便潜艇航行。为了美军军舰自由进出，日本公布了2种方案的领海制度，而土嘎拉海峡则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海公约等国际法规定，属于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各国舰船享有国际通行权，无需事先通知或批准。中国国防部此前曾强调，中国军舰通过该海峡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航行自由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同类情况发生时，日本防卫省也曾表示，中国军舰的航行不能说不是无害通航，也不是违反国际海洋法条约的行动。从日方发布的照片来看，出现在该海域的是中国海军海洋20号测量船，也被称为竹可真号。这是一艘636A 改进型综合海洋调查船，载有20多种测量系统，在执行海上作战的准备工作中，可对距岸100海里以外海区进行水深测量、海底地貌测量、海底表层地质探测、海洋重力测量、海区温度、海洋气象观测及投放军用浮标等。636A 型远洋综合测量船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噪音小，甚至超过很多反潜舰只，被称为大洋黑洞。众所周知，海洋测量船在工作时会用到主动声呐对海底以及各种海洋水文进行探测。自身船体噪音会直接影响舰船工作效率，所以噪音越小越好。采用各种减噪、降噪措施后，636A 型测量船的性能得到大幅提升，既减少了被敌方发现的概率，确保了自身安全，又能提高工作效率。636A 型远洋综合测量船在军民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既能进行海洋科考、资源开发，又可以进行海洋战场侦察、信息搜集等，对于中国走向远洋、维护国家和海洋利益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测量船进入这个地区测量，肯定是属于国际水道，而不可能进入日本领海去测量。既然是国际水道，那是我们进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通道，我们当然有权利对这个地方进行测量，因为我们的潜艇可能在进出太平洋的时候要经过这里，军舰也有可能要经过这里，所以作为一支军队，它要熟悉海洋的水文情况，这是正常的。美国那个军事测量船、军事调查船，那全世界，各大海洋各个地区天涯海角它都跑遍了，那有人指责过吗？那你既然你不指责美国，你有什么理由指责中国呢？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日本对于中国测量船正常通过土嘎拉海峡感到紧张，也是做贼心虚的结果，因为在附近海域就有多处意图对华造成军事威胁的基地。在乌九岛的东北方是种子岛，日本最大的宇航研究中心和航天发射中心种子岛宇宙中心就位于此。1月26号，日本在这里发射雷达7号情报卫星。
而在种子岛西部仅12公里，就是日本未来要重点打造的不沉航母马毛岛。1月12号，马毛岛军事基地建设工程正式动工。马毛岛南北长4.3公里，东西宽3公里，总面积8.2平方公里。日本防卫省计划在马毛岛上铺设飞机跑道，专供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此举不仅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还可加强西南方向的战略部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马毛岛这个面积不大的火山岩岛，有朝一日可能被当作美国海军在亚洲一旦发生战争时不沉的航母。永久陆上基地比航母更为重要和有价值，因为它们能经受得住高强度打击。相比航母海上移动平台，陆上基地抗损毁能力强，即使遭到战火破坏，也可以很快得到修复。除了具有 F-35隐身战机及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功能之外，马毛岛还将建设深水港湾、停靠航母以及潜艇等海上作战编队，打造成为日美联合以及海空前立体多维综合性军事基地。必要时，马毛岛军事基地随时可以转变为战机作战出发的前进基地，从而成为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重要战略支柱。日方配合美国渲染中国威胁，也有为自己军事松绑行为找借口的动机。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安东尼·科顿1月26号写给国会的简短信函，再次炒作起所谓的中国洲际导弹发射井数量超过美国，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而日本媒体日前则炒作称，中国考虑到2035年将核弹头数量增加到900枚。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3号进一步渲染称，中国大范围且迅速增强核武，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第一层目的呢，还是借炒作中国核弹数量增加来炒作呢中国威胁论。第二层含义呢，就是呢为日本进一步加强军力，来对中国防范，做准备、做渲染，因为他要大规模增加军费，那得赢得呢日本公众的支持和同情。那他怎么赢得日本公众的支持和同情呢？就渲染有一个大敌人，对我们呢天天高悬利剑进行威胁。那这个时候呢，日本老百姓就害怕了，认为呢你增加军费，你增加军事开支，你呢增加武器装备就是合理的。日本近期不断强化军事部署，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计划2026年前后在北部的北海道和南部的九州岛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如果日本部署美军远程高超音速武器，那么俄罗斯整个远东都在其3000公里的射程内，这将导致该地区朝世界末日的场景发展。2月1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登科回应称，莫斯科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军事能力的发展，如远东地区出现任何威胁，包括日本边境岛屿上出现高超音速导弹，俄方将立即做出符合其国防政策的反应。据悉，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引进高超音速导弹高速滑翔弹，这是一款从地面发射，弹头像滑翔机一样以超音速分离并滑翔，最终摧毁目标敌人的远程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打击精度高。导弹在大气层内滑翔机动性能强，可随心所欲横向变轨，加上速度非常快，其拦截难度远大于传统导弹，甚至被认为是以现有技术无法拦截。此外，据日本产经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允许美军在其境内部署中程导弹。报道指出，部署的导弹可能是美军正在开发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或战斧巡航导弹。此前，还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新财年防卫预算已经包括购买5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耗资约合109亿元，计划部署在宫古海峡南北两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呢大量的中远程导弹，其中呢有高超音速导弹，对日本呢，具有呢可以直接攻击、直接威慑的能力。俄罗斯在这些地区呢，还部署有大量的核武器，包括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当然呢，核武器轻易不能使用，但是呢，它的确是一种威慑力量。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